到比利时斯帕赛道，由于我们的老比赛回顾系列是随着当前赛季的赛例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看的老比赛，还请耐心等待一下。同时欢迎新来的朋友们点点关注。这次我们回到1998年，比利时站是当年的第13站，也是倒数第4站，同时呢也是迈凯伦统治的一年。当时的斯帕赛道和现在稍有不同，主要的差别就在巴斯塔普弯桥，并且现在的2号甲弯在1998年并没有编号，红河湾直接就是2号弯。由于地处阿登山区，所以斯帕赛道的天气也是捉摸不定，经常下雨，这场比赛也不例外。1940年，德军就是在这里绕过了马奇诺防线，在短短3个月里就灭掉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兰西第3共和国。芬兰车手米卡哈基宁拿下了13场比赛中的第9个杆位，同时和队友库特哈德一起赛季第9次包揽头牌，可见当时迈凯伦强大的统治力。哈基宁也以77分领跑积分榜，而队友库特哈德以48分排在第3，仅在理论上有机会取得世界冠军。唯一能与哈基宁抗衡的是舒马赫，他仅仅落后哈基宁7分，总冠军的争夺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队友埃尔文只有32分，早早退出了对总冠军的角逐。不过一向以雨战闻名的舒马赫却在排位赛输给了更加惊艳的38岁老将达蒙希尔，只能排在第4。而达蒙希尔所在的乔丹车队当时仅仅位列车队积分榜第5，他的队友迈克尔舒马赫的亲弟弟拉尔夫仅仅排在第8。位于第5和第6发车的是埃尔文以及威廉姆斯车队的雅克·维伦纽夫。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将在上面提到过的几位车手之间展开。赛前前6的车手只有舒马赫和小维伦纽夫搭载固特异半雨胎出场，迈凯伦的2位车手都是普利司通的大雨胎，看来舒马赫是想重现上一年比利时站半雨胎1圈之内从第3超到第1的精彩表现呀。好的，22台赛车停在了发车格上，比赛即将开始。五盏红灯熄灭 ，It's lights out and away we go。嘀哩嘟噜噼里啪啦，叮了咣啷，稀里哗啦。转眼间，轮胎和碎片横飞，将近10台赛车停在了赛道上。This is the worst start for a Grand Prix that I have ever seen in the whole of my life。这也就是著名的斯帕停车场，只有哈基宁、舒马赫、小维伦纽夫、费兹切拉、达蒙希尔和拉尔夫·舒马赫毫发无伤地脱离了出来。倒数第1发车的米纳尔迪车手图埃罗也逃过一劫，不过还是损伤了前翼。拉尔夫更是贡献了全场最佳走位，他差点撞到埃尔文，好在刹车及时，然后又不紧不慢地从一片废墟中潇洒地走了出来。毫无意外，红旗。所有被卷入事故的车手都急忙小跑着返回维修区，去开车队的备用车。埃尔文虽然一瘸一拐地走了2步，但最终他并无大碍，坐到了舒马赫调教的备用车里。左边这个人是不是很眼熟呢？没错，他就是年轻的前任法拉利领队阿里瓦贝内。当时他还在万宝路工作，而万宝路是法拉利的赞助商，所以阿里瓦贝内也跟着法拉利来到了比赛现场。不过每支车队只有1台备用车，就意味着撞毁了场上2台赛车的车队会有1位车手没有车开。这些倒霉蛋儿是巴里切罗、潘尼斯、米卡萨洛和里卡多·罗塞特。趁着红旗的功夫，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舒马赫、库特哈德和达蒙希尔的起步都不好，埃尔文抢占了舒马赫的内线，小维伦纽夫则从外线一下子从库特哈德手里抢走了第2的位置，完成了一次第6到第2的火箭起步。达蒙希尔也被费斯切拉超过，而下一个镜头里，库特哈德突然打滑，先是撞到了右侧的护墙，随后又被弹回了赛道，最终撞到左侧的护墙。弗伦岑为了躲避库特哈德踩了一脚刹车，后面的所有赛车由于行驶在巨大的水雾里，完全看不清前方发生了什么，于是就发生了13车连环追尾事故。这场事故呢，也怪不了谁，要怪就怪库特哈德只干掉了后面的赛车，没有像博塔斯一样帮队友干掉争冠的对手吧。马修在红旗期间也没闲着，给观众发放起了赛车碎片。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比赛将会重新发车。由于当时的规则规定，如果比赛在起步后的2圈之内出了红旗，那么第1次发车作废，第2次的发车顺位和第1次将会是一样的。可惜了小维伦纽夫的火箭起步，但这也给了舒马赫和库特哈德第2次机会。所有赛车也都换上了半雨胎，希望第2次发车不要像第1次那样一片狼藉吧。五盏红灯熄灭，比赛第2次开始，库特哈德又昏厥了，达蒙希尔反应也慢了。埃尔文和舒马赫起的都不错，但舒马赫被库特哈德和希尔挡了，埃尔文则抢到了希尔的内线，但希尔的提速太快了，1号弯之前他竟然超过了哈基宁来到第1，而舒马赫也在哈基宁的外线跃跃欲试。
哈基宁为了防守舒马赫，尽可能的把舒马赫往外推，但两人好像发生了轻微碰撞，哈基宁 spin 了，倒着停在了赛道上，而赫伯特躲闪不及撞上了哈基宁，哈基宁的前翼、左前悬挂和侧箱都有损伤，动不了了，但备用车已经给了库特哈德，并且赛会指出了安全车，没有出红旗，这就意味着哈基宁要退赛了，这对舒马赫是天大的好消息。埃尔文和让阿莱西非常机智，早刹车，在内线躲过了1号弯的拥堵，来到了第2和第4。舒马赫乘胜追击，在6号弯过掉了队友埃尔文，此时舒马赫离哈基宁暂时就只有1分了，而镜头一转，库特哈德和沃尔兹都滑了出去。库特哈德虽然勉强开回了赛道，但这对于法拉利来说简直是天降大礼。冲击之后，小维伦纽夫在1号弯超过了让阿莱西，此时的艾迪乔丹只能祈祷一场他从未体验过的胜利。尽管赛车里坐着1996年的世界冠军，但雨战可是舒马赫的天下，他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舒马赫一直紧咬着达蒙希尔，疯狂的推进，甚至不断在打滑。第6圈，两个人在1号弯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走线，而舒马赫也把差距缩小到了1秒以内。身后的埃尔文已经被舒马赫甩开5秒了。还是6号弯，舒马赫试图抽头，但是距离不够。但仅仅2圈过后，舒马赫的机会就来了。他在布朗许蒙的出弯更好，而当达蒙希尔想要防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舒马赫已经站住了巴斯塔布湾的内线，舒马赫完成了超越，来到第1，他也暂时以3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法拉利回来了，法拉利回来了！而就在不到1圈的时间内，舒马赫就把达蒙希尔拉开了将近 3.8 秒，这可连第10圈都没到啊！但埃尔文却在追达蒙希尔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在凯姆勒直道上没有刹住，开到了卢库莫湾的砂石地上，撞坏了前翼。此时的雨也是越下越大，埃尔文干脆换上了大雨胎。那么舒马赫打算什么时候进站呢？但是等舒马赫进站的时候，他已经领先达蒙希尔18秒了。舒马赫换完胎加完油，达蒙希尔才姗姗来迟。舒马赫出战时还遇到了老维萨班引擎故障停在赛道边的赛车，不得不感叹 F1 日益进步的安全措施。老维萨班的斯图尔特赛车从退赛开始已经停了能有8圈，放到现在好歹是个虚拟安全车。镜头一转，小维伦纽夫滑出了赛道，而仅仅过了一会儿，维伦纽夫的赛车就消失在了水雾当中，可见此时的雨已经很大了。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舒马赫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调车能力以及对赛道状况的判断，第22圈已经领先了达蒙希尔30秒。而就在套圈迪尼斯的时候，舒马赫显然太着急了，险些发生碰撞。对于领先了长达半分钟的舒马赫来说，这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此时赛道上的舒马赫已经要开始套圈库特哈德了，两个人的最快圈差了8秒，舒马赫的上一圈也比库特哈德快了2秒。托德亲自来到迈凯伦的坯房来确保库特哈德不会在让车的时候整出什么幺蛾子，因为争冠几乎无望的库特哈德或许会破釜沉舟，把舒马赫拉下水，来确保哈基宁在积分榜的领先地位。舒马赫也在车里疯狂摆手，让库特哈德赶紧躲开。只见库特哈德收到车队让过舒马赫的指令之后，在10号弯出弯的直道行车线上稍稍向右打了一把方向，然后抬起油门。舒马赫在库特哈德溅起的巨大水雾中什么也看不见，一头撞上了库特哈德。哪有你这么让车的呀？让托德也懵逼了，我他娘的不是刚去找过迈凯伦吗？而从另一个角度里根本看不到舒马赫的赛车，可见当时的赛道情况有多么糟糕。这也塑造了 F1 历史上著名的名场面与悬案。舒马赫开着仅剩3个轮子的战车，颤颤巍巍地开回了维修区，而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舒马赫被撞掉的轮胎到底飞到了哪里。达蒙希尔回到了领跑的位置，拉尔夫·舒马赫第2，让阿莱西第3。上半赛季没拿过分的乔丹车队居然位列1-2。而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舒马赫愤怒地把方向盘扔了出去，一位技师眼疾手快接住了，但是他们却没能拦住怒火中烧的舒马赫。舒马赫大步流星来到迈凯伦的坯房，怒斥库特哈德：“你他妈是想杀了我是吧？”最后让托德不得不亲自出马拉开两人。而法拉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舒马赫前脚失去了反超哈基宁的机会，埃尔文后脚就吃了太多的路肩，滑出了赛道。仅仅1圈之内，法拉利从天堂瞬间坠落到了地狱，他们失去了所有，本场比赛颗粒无收。技师们也纷纷摘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而费斯切拉也在套圈中野新知的时候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舒马赫来了个3轮车，那我费斯切拉就来个2轮的，在赛道上横冲直撞，那是虚假的鱼雷。停在赛道上的这台贝纳通看起来才真正像鱼雷的形状。自此，本场比赛的退赛人数已经多达16人，11台赛车因为碰撞退赛，3台自己滑了出去，只有2台是因为机械故障。
场上也只有6台赛车在跑，完赛就有积分，达蒙希尔领先，拉尔夫第2，让阿莱西第3，弗伦岑第4，迪尼兹第5，特鲁利第6。而场上的6人没有一个在积分榜前6，这是多么混乱而又精彩的一战呢！趁着安全车，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次事故。首先，赛会对这2次事故都没有处罚，理由是雨水太多，后车看不清前面的状况。而舒马赫在套圈库特哈德的时候，他已经领先达蒙希尔40秒了。马后炮来说，他其实没有必要在如此低能见度的情况下贸然驶入巨大的水雾当中，尤其前面那个人还是库特哈德，哪怕再被堵上个几圈，达蒙希尔肯定也追不上来，库特哈德也会收到赛会的警告，哪怕这时候舒马赫直接进站2停都可以。所以说，虽然责任是库特哈德的，但最严重的后果却是舒马赫承担的。而2台被撞的慢车，库特哈德和中野新之居然又修好出来了，但他们已经被套了6圈了，所以他俩纯粹是来打酱油的。比赛重新开始，拉尔夫进攻达蒙希尔，为积分苦战的乔丹车队显然没有预料到2台赛车居然会位列1、2争夺冠军。但是为了避免1997年阿根廷站拉尔夫和费斯切拉之间的队友事故，他们对2位车手在比赛结束前争夺赛道位置还是有预案的，那就是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后方车手不可以攻击。但没想到这次会是争冠。安全车期间，拉尔夫的工程师告诉拉尔夫保持位置1、2带回，但拉尔夫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才回答 Yes, I hear you。 显然他是不情愿的。达蒙希尔更是跟艾迪乔丹摊牌，如果他们俩 free to fight， 那他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干出什么蠢事儿，到时候车队可就1分都没了。如果他们保持位置，那么乔丹就会取得车队历史上史无前例的1、2带回。罗恩·丹尼斯也来吃瓜，不过就丹尼斯那些管理队内车手关系的经验，你还是别把乔丹带坏了。最后一圈，达蒙希尔冲线了，艾迪乔丹总算能舒一口气了。在中游挣扎了8年之后，在车队的第127场大奖赛上，乔丹车队1、2带回，这是乔丹的第1座分站冠军，也是达蒙希尔的最后1座分站冠军。24岁才坐进方程式赛车，31岁才成为 F1 试车手，36岁取得世界冠军。38岁的达蒙希尔用最后1座分站冠军点亮了自己最后一段职业生涯，而乔丹则为车队的生存而奋斗。但现在上半年没有积分退赛7次的他们却击败了所有人，艾迪乔丹、达蒙希尔、拉尔夫舒马赫，他们都值得这个成绩。而另一个惊喜则是赛季第1次登上领奖台的让阿莱西，也是早期法拉利难民了。另外，特鲁利凭借这一站的第6取得了普罗斯特车队全年唯一的积分，在年中力压2支0分车队米纳尔迪和泰瑞尔。不过赛后还有一点小插曲，作为在爱尔兰注册的车队，领奖台上居然只放了英国国歌，这可能就是艾迪乔丹赛车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了。舒马赫也找到了艾迪乔丹，乔丹以为舒马赫是来祝贺自己的，但车王却对乔丹不让自己的弟弟拉尔夫自由竞争感到十分愤怒，这让乔丹对舒马赫的形象大失所望。1周后，哥哥舒马赫甚至亲自掏了200万英镑买断了拉尔夫的合同，并向乔丹表示拉尔夫再也不会为乔丹车队效力了，宣布拉尔夫与威廉姆斯车队签约2年。而也在这个时间点上，舒马赫与库特哈德展开了一次私人会面，因为下一站就是意大利，愤怒的铁佛斯一定会对库特哈德抱有巨大的敌意。1个半小时后，舒马赫和库特哈德都笑着走了出来，2人达成了和解。舒马赫表示库特哈德在比利时并没有做错，他收回库特哈德是故意的这种说法。同时这件事再争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了，不然就会变成一场闹剧。库特哈德也对即将到来的意大利站看得很开，他说意大利车迷的敌意要远远小于意大利球迷，看看贝克汉姆的待遇就知道了。库特哈德也在2003年首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不应该在行车线上减速让车，这件事也算是有了一个大结局。